度啊，先停一下，手肘保持到曲度，不要收回来。你手肘保持到那个曲度了，你就保持到这里的结构了啊，你就保持到这里的结构了。包括那个按，来按，如果我这个要按，比方这边好了吧，这边好了。我退回来的时候，你身体往前压，他身体往前压。我如果退回来，我是这样子回来的话，你看压进来。你看我如果手肘回来的话，我要推出去，我是不是要用腿跟手肘？可是当我在这边的时候，我的结构就已经完成了。你看我的手肘在这边，这时候结构就完成了。所以它往前压，我还是这个，我重心往后移。我重心往后移，我不让这个跑掉，重心往后移，我推出去的时候，你看还是这个结构，听没懂？说搂膝袄步出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结构，这个结构，所以当我在走的时候，我在这个手在走的时候，我还是这个，你不能说到这边走，这个没有了，听没懂？所以你保持到这个，我这个手保持到这个，我保持到这个结构的时候，它的力量来，我是用这个结构。当我要后移的时候，我要画它后移，我还是这个结构。听不懂？我是重心往后移，不是我的四肢往后移。听不懂？所以，当你在这边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形成了你这个主要的结构了。所以，任何在做动作的时候，你看都是以这个为准，以这个为根基。就是他的手，你这个手来，我要扳他这个手的时候，你看我是以这个为根基，在控制他这个手。我不是以这个，我不是这个。你这个为根基的时候，你过来就要用力量，不是我一开始我就是这个，所以我的手怎么变，我还是这个，听不懂？所以我的捋，我也可以在这边就变蓬啊。全架子是你这个以后这个变蓬啊，你在用的时候并不一定啊，我在用的时候，我可以这个一捋以后我变几啊，我这个手同样的手我变几啊，可以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同样一个捋，我变成蓬，可以啊，这个不要变，你就不是这个，这个就是手臂的动作。所以有很多是练这个，那他的力量从哪来？他力量从背来。因为他到这个时候，他的结构变了，他必须再有一个力量去回到那个结构去。听不懂？所以你不管什么，你维持到这个，你不管怎么走，我维持到这个。我在捋它的时候，你看我还是一样啊，我还是这个啊，所以我不是这个啊，我是这个啊，所以我拿他的手，这个手，我拿他的手臂的时候，我的力量是这样子的，结构是不是在这边？是不是？我不是这样子，我不是这样拿它，我是这样拿它，我是在这边，在这里，所以我这边小臂跟手松的，我可以做很多的变化，可是这个不变，听不懂？所以从这个到这个，没有变啊，我是在同样的结构上面来做这里的变化。听不懂？你看，这也是一样啊，这也是一样啊，没有变啊，听不懂？所以要维持到这个，维
维持到这个，它也是一个桩，也是一个桩，所以你就不会去动手了，你就不会花脑筋在这个手上面的这个东西了，因为你手没变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从这边到这边，我的手有变吗？没有啊，我的手没有变啊，手臂跟身体的关系没有变，听不懂？当我们的手臂没有变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我的招式，我的动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变化，没有那么多的变化。当我们的外在动作没有那么多的变化，没有那么复杂的变化的时候，我们的头脑，我们的神经系统有时间来接受什么？来接受我的感觉。你外面的变化很多，你外面这些东西，你在招式，你的头脑在忙着干什么？忙着去控制你的身体，在对外输出。我怎么控制我的神经？要给肌肉讯号啊，控制它往这边用什么力？你的注意力，你的神经系统的大部分操作是在什么？是在外面。这就我们讲的内跟外。你对感应的吸收接收就没有那么多，听不懂？那为什么练这些的东西？你看内家拳练这些基本的东西，它都是动作很简单，它都是动作很简单。为什么？它要你的身体、你的头脑的注意力不要放在外面，不要放在去操控肌肉、操控筋骨、操控身体上面，要把你的神经系统、你的头脑放在多一点在哪边？回馈。放在感知的回馈上面，这个是练内。讲不懂？那八卦的东西，你一开始练这个东西很简单啊，你不要去管外面嘛，你坐定了就是坐定了，你就不要变了嘛。这个时候你身体的感知是什么？你的身体的感知就是你在做这些动作，你的皮肤的触感啊，你皮肤的触感，你的跳动，你所有的这些眼耳鼻舌身的这些东西的接收的讯号比较多。所以练的时候不要太什么，你那个眼睛太过专注在这边了，就你太专注在这边的时候，你就是外放啊，就你太注意我这个是怎么用，我这个要什么力量，我要怎么打人，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控制，它是在对肌肉、对筋的、对外面的控制，所有的都一样。形意一开始就是这个，就这个啊，一拳到后来就是站桩，他在干什么啊？他是一拳嘛，他如果站桩，我站得很烦了，我要做一些动作，在这边我这个可以，人家那边来我这样子，那边来这样子，这边来这样，完了，他就不是一拳了嘛，听不懂？所以你们看内家拳，凡是内家拳的，它的尤其是开始的那些训练，它的动作都是非常简单，动作的变化都很少。晓得吗？他在练神嘛，他在练神经系统的反应，对外界的那个回馈，那个反应。听不懂？
所以要注意到，当你这个外面不变，你慢慢在动的时候，你要去接收到你这个在动的时候，你里面产生什么变化，要去感知。所以我说练这种拳，建立觉察力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懂？要帮助我们把心收回来，这种训练帮我们把心收回来，就练神了嘛，就练神了。所以这个是跟一般的我们习惯性的做的一些训练，它不一样的。而我跟你们讲过嘛，所有的职业运动员，他到后来一定是这个。运动员、音乐家，是不是这样？画家、作家这种，他到高层次了，运用到神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他啪一下就，那个外在动作对他来讲已经不重要了，已经不需要花头脑去控制了。所以武术也是这样子。但你前期为什么前面要那样练呢？八卦拳前面要那样练，因为你前面一定要练什么？一定要练到你的身体对身体的控制，对肌肉的控制达到一个程度。你不能说手脚不分，你都身体根本就不协调，身体不协调，你来练这个是不行的，晓得吗？所以前面那个要。当你的技术对身体的操控到一个熟练的地步的时候，这个就不要了。所以一定有前期的功，一定有前期的功法。所以我们的练习基本上就分这两大类嘛，一个是对外的操控，一个是对外的感知。操控是出去的路，感知是回来的路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你们在练这个的时候是需要注意的。